这家餐厅的14号桌没人敢坐，连店主都不敢靠前。听到14号桌的服务铃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，因为一到深夜，14号桌的服务铃就会一直响个不停。但14号桌并没有客人，最关键的是桌子上也没有服务铃，电铃半年前坏掉就丢了。这诡异现象已经持续了1年，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，白天也开始响铃。据店主回忆，半年前有个人经常来他家吃饭，就一直坐在14号桌。有次和朋友发生了冲突，电铃也是那次坏掉的，一直没有安装新的。从那次起，这个顾客就没再来过。听说是出了车祸，也是从那时起，14号铃就开始一直响，就好像有东西在召唤一样，以至于店主现在听到铃声就会起鸡皮疙瘩。大家找来厂家售后，检查了餐厅里的每一个铃铛，都可以正常工作。接着又把显示器设备拆开，研究了半天，也没看出什么问题。但售后提出了一种假设，如果附近有使用同款电铃的商家，恰巧频率一样的话，别人家按响14号铃，可能会导致他家电铃也会跟着响。大家接着走访了附近所有商家，并没有找到使用相同设备的商家。没办法了，节目组又咨询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，专家说附近有几个大型的广播站，有可能是广播站干扰到了信号，但这也仅仅只是猜测。如果是广播站影响的话，这条街的店铺都应该出现这种现象才对，为什么偏偏只有他家受到了影响？诡异的铃声还在继续，直到最后也没能解开谜团。他们在水下寻宝，不仅找到了一箱金币，还意外找到了一个骨灰盒。他当场吓尿，起因是听说这里有一艘沉船，传说还是一艘海盗船，想想就觉得刺激，于是决定去水下寻宝。刚下来就发现了一只鞋，看着还挺新，拿着比量了一下，大小也合适，他也不客气，直接穿了起来继续寻找。又找到几个酒瓶，保护环境人人有责，直接带走。慢慢的他们还真发现了一艘沉船，两人来了兴致，但找了好久，还是只找到了一些酒瓶。这时他突然发现一块木头下面竟然露出了一只小孩的手，看着属实诡异，两人壮着胆子决定一探究竟。他小心翼翼往外拉，生怕把胳膊拽断，拉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个美人鱼玩具，虚惊一场。这时连大鲤鱼都被吸引了过来，轻轻抚摸一下，手感真好。这不重要，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寻宝计划。既然船外面找不到什么好东西，他们直接来到船内，果然在夹缝中发现了一个箱子。这箱子一看就有戏啊，电影中宝藏就是用的这种箱子。两人兴奋不已，刚把箱子拿出来，就掉落了2枚金币，箱子下面的金币更多，散落了一地。拿起一枚咬上一口，就留下了牙印，看起来是金币没错了。这不发了吗？不一会就捡到了上百枚。两人回到岸上把金币藏好，他们认为下面肯定还有更多好东西，决定继续下水寻找。谁都想不到，两人这一去差点崩溃，甚至连警察都来了。他刚下去没一会，就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铁盒子，掂了一下分量很重，还用塑料袋装着。他高兴坏了，估计里面可能又是金币。慢慢掏出来，方方正正的，里面好像还有个盒子。但就在这时，里面突然泄露了一些粉尘状的物质，翻个面一看，上面还有字。他扫了一眼，当场吓尿，这盒子竟然是个骨灰盒，吓得赶紧往岸上游。毕竟第一次遇到这情况，他们商量了半天，也不知道如何处理，最后决定报警。等警察来后，也没有查询到骨灰主人信息。那现在看来，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把骨灰放回原位，让他在水下静静的待着，也算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。每天睡觉前，丈夫都会绕床走一圈，接着给妻子鞠一躬，嘴上还说着不好意思。一向冷淡的丈夫突然变得如此客气，妻子都快吓哭了。丈夫的奇怪变化都是因为这颗药丸，这药丸是他路过一家中医馆时发现的，说可以治疗夫妻间的婚姻疲倦期。他和老婆结婚10年，早就厌倦了，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吗？他半信半疑地询问老板，老板表示别看广告看疗效，说完就送给他1粒试用，反正是免费的，试试就试试呗。晚上他躺在沙发看杂志，不经意瞥了老婆一眼，直接吓得瘫软在地。老婆竟然变成了杂志上的美女，看着变成美女的老婆，他既紧张又兴奋，感觉像做坏事一样，直接给老婆鞠了一躬。谁知第2天早上，老婆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。他赶紧去找老板，才知道这药丸的作用就是洗脑，可以让服用者产生幻觉，把老婆变成自己梦中情人的样子。简单来说，吃了这药，老婆瞬间假灵变智灵，但药效却只能维持1天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？那个赶快给我来1个月的量。就这样，每天回家前，他都要先吃上1粒，回家就能看到自己理想中老婆的模样。瞬间心花怒放，在药物的作用下，他彻底爱上了自己的妻子，生活也重新变得甜甜蜜蜜，好像热恋中的小情侣，四处打卡，处处秀恩爱。但他突然发现照片中的老婆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想想也对，毕竟照片可不会受到药物影响。老婆翻阅着过往的相册，满脸幸福地回顾过往的美好，这让他心生愧疚，自己的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精神出轨？1个月的药吃完了，他再次来到药店，向老板说出了自己的苦恼。老板啥也没说，就问你要不要吧。他犹豫片刻，就这样，他每天痛并快乐着，一边是自己的女神，一边是自己内心的煎熬。最终他选择冷淡的处理和老婆的关系，开始有意无意的疏远她。突如其来的冷淡也让老婆察觉出了不对，声泪俱下的问老公是不是有外遇了。一番倾诉之下，他终于清醒过来，
发现老婆是真心的爱自己，自己真不是人呐。他认为自己已经不需要这些药物，即使妻子变回原来的模样，也丝毫不影响自己继续深爱着这个女人。而且他还发现，现在的妻子比之前更爱自己了。这个大爷爱吃猪饲料，一吃就是一大锅，已经连续吃了50年，饲料都过期发霉了，他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。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，住的地方看起来像一堆垃圾搭起来的，里面一片狼藉。刚见到记者时，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，问他为什么住在山上。老人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迅速离开了。记者赶紧跟了上去，但很快人就不见了。记者只好回到老人的住所继续等待。傍晚，老人再次回到住所，问他问题还是什么都不说。山上的夜晚异常寒冷，老人躺在石头床上瑟瑟发抖。在工作人员的长期沟通下，老人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名字，那这也就好办了。记者来到山下村庄，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。村民听到他的名字都很震惊，说他失踪了50年，还以为早就死了。通过一番打听，记者找到了他表哥，随后带表哥来到了山上。见到表哥后，他突然跪了下来。表哥邀请他和自己一起生活，他却直接拒绝了。那他为什么要坚持住在山上呢？真的是奇怪。记者在一旁搭起了帐篷，决定和老人同吃同住，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，让他慢慢打开心扉。几天过去了，老人变得开朗了许多，他终于决定迈出第一步，跟着记者下山生活。接着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在他小时候，父母经常吵架，而后就离婚了，他只好和外婆相依为命。不幸的是，外婆不久也去世了，他伤心欲绝，无依无靠的他独自一人躲到了山上，这一躲就是50年。记者随后带他离开了大山，还带他去做了体检，身体不是很好，需要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，希望老人可以赶快好起来。男孩每天带母鸡上学，母鸡会乖巧地趴肩膀上听课，听懂了还会打鸣。男孩上课走神，鸡还会给他一口。男孩每天会带不同品种的母鸡，同学们也都见怪不怪了。今天这只鸡因为打篮球受伤，所以要带在身边时刻照顾。他对鸡的痴迷程度无人能及，家里竟然还有个养鸡场，各种稀奇品种都有，有来自荷兰的昆鸡，看发型就知道这只鸡已经2岁半了，据说一只能卖1000万韩元，因为这鸡真的会 rap， 不信你听。Better come correct. Bring the beat back. 这只是来自日本的战斗鸡，没啥才艺。这只看起来很有自信的鸡是来自马来西亚的，喜欢拿鼻孔看人。还有来自印度的巨鸡，和普通的鸡一比，确实大了很多。这只纹龙画凤的是来自英国的矮脚鸡，家里一共有30多个品种的鸡。记者忍不住问他最喜欢哪种鸡，他思考片刻，舔了舔嘴唇，说中国的大盘鸡。这里的鸡因为语言不通，经常打架，有的鸡5点打鸣，有的6点7点，这让他非常苦恼。不仅如此，他甚至还要给鸡理发，几刀下去，一个适合打篮球的发型就出来了。当鸡生病了，他立马又化身成医生。很难想象一个学生能身兼数职，鸟类专家来了都懵了，很多品种他都没见过，还要小学生给他一一讲解。专家表示真是大开眼界啊！此外，他还成功培育出了新品种，提高了鸡蛋的口感以及品质。专家在一旁都没敢说话，这些鸡被他养得像狗一样听话，随叫随到，走到哪跟到哪。尤其是这只名叫素坤的鸡，各位看官老爷们，我对天发誓，他真的是取的这个名字，不是我在瞎掰呀。最后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会如此沉迷于养鸡。他说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篮球，所以爱屋及乌，就喜欢上了鸡。我承认这个是我瞎掰的，下面是他原话，也不知道翻译的准不准。他还说自己梦想就是能在山上养鸡，让鸡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因为听说跑山鸡口感比较好。他每天都要吃牙签，吃饭要先摆上3盒牙签，一根牙签就着1口米饭，500根1盒的牙签，每天3盒就是1500根，直接成了他的主食，边吃还边笑。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比柚子香。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，一根根往嘴里塞。床头也放满了牙签和一次性筷子，方便看电视的时候吃。逛街的时候，他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最急的人是她老公，怕她吃死了，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反而还认为正是牙签救了她的命，这又是为啥？她也不解释。现在还变本加厉，觉得牙签不过瘾了，直接吃起了筷子，说筷子吃着有嚼劲，口感也比牙签好。她老公真的害怕了，切了点水果让她改善一下，她看都没看，直接丢在一边，对着托盘口水直流，要让老公把托盘劈了给她吃。老公都要疯了，这玩意能吃吗？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看来只要是木头大姐都想尝一尝。她边吃还边嫌弃，
说这托盘应该是用胶水拼接的，满满的科技与狠活，味道不如牙签香。那他到底为啥要吃木头？真的是奇怪。大家又给他找来了一堆木制品，大解一尝，这不还是科技与狠活吗？都是用油漆刷过的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总结下来还是牙签好吃。就在这时，他终于告诉了大家吃牙签的原因。原来他之前患有严重的胃病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一根牙签，没想到胃里一下就不痛了。从那以后，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，竟然还慢慢吃上瘾了，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。大家现在都想知道他身体真的健康吗？一旁的老公终于讲话了，说带他去医院检查过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体啥毛病没有。现在他们的问题就是牙签很贵，吃不起了。为此街坊邻居都来支持，纷纷送上牙签。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只韩国猫咪太奇葩了，它不吃猫粮，一日三餐只吃泡菜，而且必须要够辣。只见主人拿出一片泡菜递给小白，小白闻了闻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每当小白饿了，就会来到冰箱前，因为冰箱里有他梦寐以求的泡菜。主人想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，做个泡菜拌饭给小白，但是小白对于食物是很挑剔的，他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，一粒米饭都没吃。那小白是什么时候开始吃泡菜的呢？主人说，小白是从外面捡来的，刚开始他什么都不吃，直到拿出泡菜的时候，他竟然两眼发光。随后节目组准备做个实验，看看韩国的猫咪是不是都喜欢吃泡菜。节目组准备了4种食物，分别是金枪鱼、泡菜、猫粮、鱿鱼干。现在第一只猫咪登场了，只见它来回闻了闻，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猫粮。第二只猫登场了，它闻了闻泡菜，这味道有点上头啊，看来好像有点喜欢。然后它就选择了旁边的金枪鱼。接着一只3个月大的猫咪上场了，它跌跌撞撞的奔向猫粮。你看，连3个月大的猫咪都知道，猫就应该吃猫粮嘛。最后到小白出场了。咱们都知道猫是不能吃盐的，主人决定把泡菜洗完再给小白吃，这样可能会好一点。结果小白闻了一下，连连后退。洗过的泡菜那能叫泡菜吗？已经没有灵魂了。没有吃到正宗泡菜的小白生气的离家出走了。等发现他的时候，他竟然在街角的垃圾里找泡菜吃，吃得满嘴通红。不得不说，作为韩国的猫咪，小白的口味可以说是非常思密达了。为了了解小白为什么对泡菜情有独钟，主人带他来看宠物医生。医生听完也是大为震惊，那小白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医生说，以西医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也不知道，只能说他天赋异禀。那吃泡菜对小白的身体真的没影响吗？一番检查下来，小白身体很健康。最后医生还是建议要让小白少吃泡菜。主人也很听话，这不刚回来就开始给小白做泡菜味的猫粮，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。 서서히 조금씩 변화를 시켜야죠。 没想到啊，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的吃了起来。那我们就祝小白尽快戒掉泡菜，做个正经猫咪吧。小白只是吃的比较奇葩，然而下面这只母鸡下的蛋就很神奇了。你可能见过双黄蛋或者3黄蛋，但你见过有70多颗蛋黄的鸡蛋吗？这天主人在鸡窝里发现一个蛋，看着就是个正经鸡蛋，就是蛋壳有点软。主人回家就把蛋煮了，结果煮开之后，软软的蛋壳里面竟然出现70多颗透明的小弹珠。难道是母鸡和别的动物打了扑克牌？但主人说它一直被关在笼子里，是个很守妇道的鸡，不可能出去沾花惹草的。为了解开谜团，节目组找到了养鸡场专家，专家说营养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母鸡下软蛋。 专家还说，因为鸡蛋都是先形成蛋黄，然后再形成蛋壳的，但你这里面的70多颗透明的东西并不是蛋黄，所以不认为这是鸡蛋。2天后母鸡又下了一个蛋，是个有蛋黄的正常鸡蛋，这就很神奇了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主人去医院咨询， 너무 황당해가지고 저도 껍질이 너무 좀 특이。 医生猜测可能是这个玩具不知道被谁丢到了鸡窝里，被主人当成了鸡蛋而已。为了证实这个猜测，节目组请来了玩具方面的专家。是的，一群熊孩子打开盒子，专家们就开始窃窃私语，这不就是那个奇趣蛋吗？专家还说，奇趣蛋里面有弹珠，一捏就会跑出来，和这个不能说是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随后主人拿着一颗奇趣蛋研究起来，把蛋剪开后，里面确实有很多弹珠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个让全村震惊的怪蛋，竟然只是一个玩具而已，场面一度陷入尴尬。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那到底是谁把奇趣蛋丢在了鸡笼里？鸡笼在屋顶，屋顶锁着门，栅栏也很高，只有他们夫妻2人才可以进入。老爷子开始给亲戚朋友打电话，都说没有去过屋顶，而且老爷子也没有孙子，没有人玩这种玩具，最终还是成了一宗悬案。真相也许只有这只母鸡知道。相比于这只母鸡，下面这只狗就正常多了。这只狗双腿趴在瑜伽垫上，伸展开后腿，一套标准的瑜伽动作，它竟然会做瑜伽。节目组来采访的时候，还没等节目组开口，小白就准备展示了。
一个自律的狗子有多可怕。主人说，在他做家务或者玩手机的时候，小白就会做瑜伽。主人还为小白拍过写真，看得真不错，肤白貌美大长腿。只可惜小白是个公狗。瑜伽教练说，瑜伽里确实有小白做的这个动作，就是抬起胸部，同时保持手臂伸直。那么小白是什么时候开始练瑜伽的呢？主人说是2年前小白背部受伤后就开始这样做了。难道是因为背痛才这样做的吗？主人之前也带小白去看了宠物医生，结果小白身体很健康，平时遛弯那叫一个快，完全没任何毛病。会不会是因为看到主人做瑜伽，然后开始模仿的呢？结果主人却说，为了搞清楚小白为什么会这样，动物行为专家开始观看小白的录像。专家认为，小白刚开始做这个姿势的时候，是为了吸引主人的注意，慢慢的就习惯做这个动作了，没什么大道理，就像有些狗喜欢咬自己尾巴一样。随后瑜伽老师还对小白进行了培训，教给他一些瑜伽动作，小白学的有模有样，好像能听懂人话似的。啥也别说了，赶紧送小白去上学吧，太聪明了。我个人的话还是喜欢土狗多一点，毕竟土狗不用学瑜伽，还会吃屎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仔细看，你觉得这幅画价值多少？据说价值上亿。强哥心动了，准备偷来改善一下生活。他先联系在安防公司的搭档，关闭了公寓门禁，顺利来到门前，铺上小地毯，戴上手套和头套，开始在屋内搜寻油画。在杂物间终于找到了用毛毯盖着的油画，价值上亿的画就这样随意的摆放在杂物间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！强哥来不及多想，上手准备开搞。就在这时，不过还好，只是邻居家的狗。紧接着掏出工具，从背面把油画切割出来，再装上精仿1:1，物归原位，来了个偷天换日。不到5分钟，到手一个小目标。强哥多少有点飘，临走时给老婆打了个电话。这什么情况？来电铃声竟然在公寓里响了起来。循声来到一间卧室，凌乱的被子透露着不简单，一看就知道之前在上面打过扑克。在床头，他看到了老婆的手机，手机屏保就是2人的合照。强哥感到自己的黑色头套愈发的显绿，恍惚中逃离了公寓。晚上回到家，妻子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他想要质问妻子，但是没办法开口，因为妻子并不知道自己的副业是艺术品大盗。强哥只能委婉的问了一句：“哎，我打你手机怎么没接？哦，我忘在画廊了。”强哥心灰意冷，决定制裁一下妻子的牌友，也就是油画的主人大壮。大壮其实是强哥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也正是如此，他才知道大壮手里有那幅价值连城的名画。大壮来到强哥公司谈合作，之前谈判进行的都很顺利，但这次被强哥无情拒绝。大壮分分钟损失几十个小目标。大壮也不是普通人，曾经是个擅长追踪的特种兵，他收藏的名画也是假的。合作失败，大壮也决定报复强哥。隔天，强哥来到车库，看到了前来取油画准备去销赃的搭档死在了自己车上。强哥懵了一逼，隐约感到不妙，在座椅上找到了一枚注射器。原来搭档前来取油画准备去销赃的时候，不小心被注射了药物才死的。看来对方是冲自己来的，很明显是大壮要报复自己。搭档无意中为自己挡了一劫，强哥很感动，于是赶紧把搭档塞进了后备箱，开车来到一偏僻湖边，准备把搭档抛尸。他找来一些石头塞进搭档的衣服口袋里，重量足以把他坠入湖底，接着把搭档推入湖中。毕竟是和自己合作偷盗这么久的搭档，强哥刚想忏悔一下，搭档活了，没办法，先救上来再说。随后2人来到搭档家里，搭档现在痛不欲生，他只想去医院，但是被强哥拒绝了。2人争吵中擦枪走火，强哥错手打死了搭档，这下完蛋了，自己认成杀人犯了。此时大壮根据 GPS 信号也来到这里，强哥抢先一步开车逃脱，知道自己是被 GPS 跟踪的。中途他换上了搭档的车，还脱掉了全部衣服丢进湖中，甚至把手表戒指也丢了，换上了搭档的衣服。这样一来肯定就没办法跟踪了吧。随后开车来到之前的销赃地点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名画藏起来，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地方。这时屋外的茅房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于是他把名画藏在了茅房顶棚里。刚藏完，透过门缝就看到大壮竟然牵着狗也跟到了这里。不是吧，全身能丢的东西都丢了，还是被跟踪了。这时狗子发现了他，对着茅房狂叫不止。接着大壮朝茅房袭来，强哥惊慌无措，那真是想找个洞钻进去啊。他掀开马桶盖板，那味道简直太上头了。没办法，毕竟成为屎人要比成为屎人好得多啊。强哥一怒之下，嘴里含上卷纸筒，直接钻了下去，慢慢的把身体全部沉入奥利给里面。大壮打开门，里面空空如也。他看向马桶，该不会藏下面了吧？打开马桶盖，只看到了一个竖着的卷纸筒，心想应该不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吧。此时的 GPS 信号也消失了，于是大壮准备去别的地方继续搜寻。随后强哥从下面爬了上来，死里逃生的他现在只想赶快开车逃走，无奈车启动不了。打开机盖一看，电源已被大壮破坏，还好天无绝人之路，旁边还有个拖拉机。强哥去找拖拉机钥匙，发现农场主已被大壮杀害，在其身上找到了钥匙，
死，随后开着拖拉机上路了。在路上，后面一辆车紧跟不舍，完蛋了，应该又被大壮追上了。他一个没注意，就把车开到了沟里，自己也昏了过去。车上下来一人，原来只是个路人而已。随后被送进了医院，在病床上醒来，就看到外面坐着警察，那肯定没好事，当场就溜了，但还是被抓到。原来警察误以为是强哥把农场主杀了，强哥将计就计，跟警察走了。路上，大壮开着卡车再次来袭，直接就把他们撞下了山崖，车都撞报废了。大壮还是不放心，决定下来确认一下。强哥主角光环加持，竟然活了下来。看到大壮走过来，赶紧往脸上涂上鲜血，深吸一口气后装死。大壮盯着强哥看了足足5分钟，这5分钟强哥硬是没眨一下眼。大壮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随后便离开了。强哥再一次死里逃生，终于想通了，之所以能一直被跟踪，就因为之前大壮的公司同事在自己头发上抹了纳米 GPS 发胶。强哥化身托尼老师，给自己理了个光头，成了光头强。他变秃了，也变强了，决心复仇。强哥先是回家找到老婆，跟老婆讲了来龙去脉，老婆也坦诚了自己之前犯的错，两人和好，决定一起反击。老婆先是去找大壮，偷偷把大壮手枪子弹换成了空包弹，然后强哥拿着剪下来的头发，引诱大壮通过头发上的 GPS 信号来到之前搭档的家里，提前按下门禁报警器，屋内的安保监控就开始拍摄了。大壮一开枪哑火了，原来是个空包弹，随后被强哥几枪解决了。监控画面也实时上传到了安保公司，由于监控只能拍摄到大壮，并不能拍摄到强哥那边的情况，强哥开始伪造不在场证据，把搭档的指纹弄在自己枪上，营造成是搭档和大壮同归于尽的假象。这样一来，自己成功脱身。3个月后，光头强又变成了强哥，幸福来的总是那么快，老婆也已经怀孕4个月了，两人继续的愉快生活。哎，等会儿4个月，我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啊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下期见。这位96岁的奶奶曾经死过，但又活了过来，不仅长出了黑头发，还长出了新牙。村民都曾参加过她的葬礼，而此刻她却在厨房做饭，看起来非常健康。她记得自己生病住院，但完全不记得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。面对节目组的质疑，老人的女儿说：“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当时在医院里，母亲就停止了呼吸，我们连衣服和板板都为她准备好了。原来老太太之前突发心脏病，送到医院抢救后，医生也无能为力，于是就把老太太接回了家。万万没想到，在她停止呼吸3小时后，老太太突然开始咳嗽，慢慢的恢复了生命迹象，家人都感到很震惊。医生听说后也感到很惊讶。不仅如此，死而复生的她，整个身体也发生了变化。首先就是视力变好了，穿针引线已经不用戴老花镜了，而且后脑勺开始长出黑头发，皮肤也变得很光滑，连老年斑都消失了。节目组甚至忍不住伸手感受了一下，但是你礼貌吗？这样，女儿说她以前走路必须要用拐杖，但是现在不仅不需要拐杖，还能下地干活。更令节目组感到震惊的是，老太太竟然长出了新牙。为此，节目组邀请了专家看到后大跌眼镜，是真的大跌眼镜。 치아가 새로 나오는 건 분명히 맞습니다. 95세 나이에 또 이가 나온다면 虽然好像很难解释这种现象，但是看到老太太健健康康的，一家人都很开心。那最后就祝她永远健康快乐吧。和老太太一样死而复生的，还有下面这只狗狗。这是一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狗，在它死后的第5天，自己一瘸一拐地爬回了家。主人看到它回来，头发都炸起来了，而且旺财后腿受了严重的伤，只能用前腿爬行。这一切要从5天前说起。那天主人在田里干活，旺财在马路上溜达，一个没注意就被过往的车碾压了。当主人赶过来的时候，旺财已经奄奄一息。没一会儿，旺财就闭上了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主人非常伤心，然后邻居帮忙把旺财埋在了山上。但就在5天后，主人在院子里突然听到一声熟悉的狗叫。刚开始她以为自己幻听了，没太在意，但随后她老公也听到了狗叫声，于是他们朝声音的方向搜寻，最后在房子附近的沟里发现了旺财。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议，邻居也很内疚，毕竟是自己误以为旺财死了，才帮忙埋起来的。此时旺财的身体情况很差，宠物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发现旺财后腿已经粉碎性骨折了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他是如何从半米深的坑里爬出来的？为此，节目组邀请了动物行为专家，专家分析后说，当时掩埋旺财的土壤颗粒很大，还混合着很多杂草，使得空气能够流通，这很利于他爬出坟墓。破土而出的旺财就这样沿着回家的路一点点爬行，最后爬到了家附近的沟里，沟里面的水帮助他生存了4天，最终被主人在这里发现。随后医生给旺财做了骨折手术，手术很成功，骨头都恢复了原位。那就希望旺财早日康复。勇敢狗狗不怕困难，他们都是经历过死亡的。而下面这位是每天都会神秘消失，这个男人说他妈妈每天晚上都会神秘消失，于是节目组趁白天赶紧去见了他妈妈。
哦，原来是小狗的妈妈。主人说每天晚上都看不到它，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。主人只能再次把小白拴起来，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，而且锁扣需要按压才能打开。小白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挣脱锁链的。开锁专家也说，这种锁扣只有人才可以打开。专家认为是有人故意帮小白解开的，但是家里其他人都说没有帮小白解开过锁链。没办法，节目组决定安装摄像机，全程拍摄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时间来到半夜2点13，突然一阵声响惊动了节目组，接着就发现小白已经消失了，狗窝里只剩下了狗宝宝。节目组赶紧查看录像，小白刚开始只是来回徘徊，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锁扣就被打开了，接着小白就消失在漫漫黑夜里。为了解开谜团，节目组又邀请了动物专家，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，终于发现了问题。锁链是用一根电线制作的，当小白来回走动时，就会把锁链拧起来，利用巧劲别开了锁扣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小白可能意外打开了一次，慢慢的他就对开锁越来越熟练，毕竟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现在问题又来了，小白为什么要选择晚上消失？专家通过分析后发现，原来小白消失是为了来后院吃狗粮。专家表示，小白是个尽职的母亲，她知道要想喂好孩子，自己就要保证营养，才会每天偷偷跑出来加餐。主人感到很内疚，决定以后在小白的狗粮里再多加上1盒罐头。最后我还有个疑问，为什么小白的2个孩子是不同的品种啊？知道的评论区说一下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学。每到深夜，他家卧室的床头就会传来一种诡异的声音，仔细听。把床移开后，没有任何发现，但是诡异的声音仍然存在。主人说，声音主要有2种模式，有时候是哒哒哒哒，有时候是 gay gay gay。我记得只有德爷才会发出 g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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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怪叫啊，难不成里面住了个德爷？有时候主人拍一下床头，声音就会停止。主人认为里面住了个生物，而且刚买床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声音，声音是在2年后开始出现的。为此，节目组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专家分析后认为这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节目组还找来了专业的木工，木工说真的是奇怪，我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。所以床头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说再多也没用，直接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但是床头里面空空如也，没有发现任何生物。节目组决定继续拆解床头，随后把拆解的床头送到医院做核磁共振。医生发现木板里面有一个白色物体，经过反复实验观察后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节目组锯开木头后，果然发现了一只白白胖胖的虫子，不一会儿又找到一只，你别说，看着还挺可爱的，烤着吃一定很香。昆虫专家说，木头被做成床之前，虫卵就已经存在了。之所以2年后开始出现声音，是因为当时环境温度比较适宜，虫卵就孵化了，孵化后就开始吃木头，诡异的声音也就出现了。至于主人说的2种声音模式，是他吃木头时的不同状态而已。至此真相大白。我觉得商家还是挺良心的，起码用的真的是实木材料。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小姐姐，她家的电视总会无缘无故的自动打开，出门前关闭电视，回来就看到电视早已打开，尤其是在3更半夜，自己睡着觉就会被电视吵醒，客厅却一个人没有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主人说电视每天都会自动打开，而且没有任何规律。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3年前，那天他正在厨房洗碗，突然就听到了电视声音。刚开始他也没太在意，慢慢的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，他开始检查电视的各种设置，并没有设置自动开关机的时间。后来找售后换了一台电视，也还是会出现自动开机的情况，该不会是电视机自己想看电视吧？他当着节目组的面关闭了电视，没一会儿电视就自动打开了，即使取出遥控器电池，电视还是会自动打开，这就很不科学了。走进科学节目组决定请教专家，专家说电视遥控器发出的信号是红外线，家里可能存在能发出相同红外线的电器，才使得电视接收到信号就打开了。随后专家对家里所有电器展开探测，最后怀疑是电源插排，但是把插排断电后还是检测出了与电视遥控器相同的红外线信号。专家又尝试关闭无线路由器，紧接着红外线信号就消失了，那说明问题就出在路由器上。但专家说并不是，路由器不会产生红外线，罪魁祸首是路由器的充电器，充电器长时间的使用就会产生不必要的红外线，如果恰巧和遥控器红外线一样的话，电视接收到信号就会打开。果然在拔掉充电器后，电视没再出现自动打开的现象。至此真相大白，这就是一种巧合而已。上面2个都是家电家具问题，但是下面这位大妈家里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。她家里平白无故的出现了一包牙齿，参差不齐，大约有20颗，看样子像是小孩子的牙。牙齿是大妈在厨房整理橱柜时发现的，当时都吓懵逼了。 죽은 사람 걸 어떻게 빼놓은 거 아닌가 엄청 기분이 나빴어요. 牙医说这些都是小孩的乳牙，一个人平均就有20颗，看形状分析应该是同一个人的。节目组把牙医的分析结果告诉了他们。大叔讲话了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孩子，牙齿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家里？而且最近也没有人来过。大叔猜测牙齿来自食品包装，因为
他家的食品买来就放在橱柜里，牙齿也是在橱柜发现的。但随后节目组发现了蹊跷，他家日历上10号这天标注了行程是去看牙医，那会不会是大妈看牙医的时候带回来的，自己却忘记了？大妈一口否认。 아니에요. 남의 치아를 왜 가져옵니까? 节目组也不确定大妈有没有健忘症，为了排除这种可能，节目组来到大妈的牙医诊所咨询，医生表示来这看牙的儿童很少，所以不认为乳牙来自他们诊所。节目组还调取了诊所录像，发现大妈确实没拿诊所任何的东西。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和大妈聊天中得知，这个房子是他们买的2手房，搬进来还不到1年。节目组瞬间醍醐灌顶，那会不会是之前户主孩子的牙齿？为此，节目组通过房产中介联系上了前房主，对方说乳牙就是自己孩子的，当时搬家忘记拿了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又是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天天擦玻璃，却怎么都擦不干净，也不是爱干净，是因为最近换了窗户后，玻璃上就凭空出现了一个奇怪纹路，纹路非常清晰，看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指纹，怎么擦都擦不掉。即使换了窗户，这指纹仍会重新出现。因为大叔的房子在深山里，难不成真的有什么不明生物偷偷留下的吗？装个监控看看吧。一夜过去了，怪物没出现，却出现了更怪的事，指纹凭空消失了。大叔却并不惊讶，说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，只要是晴天，指纹就会消失，反之阴天指纹就会很明显。大叔说再等等吧。来到傍晚，这指纹果然准时出现，有人怀疑是傍晚室内外温差变大，从而在玻璃上出现的冷凝现象，但这东西根本擦不掉，而且只出现在这一块窗户上，所以不可能是冷凝现象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大家去找卖家咨询，卖家说了一些有的没的，一副不耐烦的表情，最后说可能是厂家用吸盘搬运玻璃中留下的痕迹。大家又来到玻璃厂家，果然就看到了这种搬运玻璃的专用吸盘，吸盘也确实会在玻璃上留下痕迹，但这种痕迹是能擦掉的，跟大叔家的根本不一样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瑕疵品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不能说是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厂长解释说，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，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纸，大家隐隐感觉这层油纸可能就是谜团的关键，带着油纸找到专家，专家分析半天，又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。总之结论就是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纸印上去的。刚开始纹路还是能擦掉的，但一些瑕疵品玻璃在露天环境中存放时间一长，这纹路就会深深印在玻璃上，是很难擦掉的。工厂为了利益最大化，会把这种超大的瑕疵品玻璃做成小一点的窗户玻璃，恰巧大叔买的窗户玻璃就是用这种瑕疵品做的，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怪现象。至于这纹路在晴天时消失，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。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这下不用再换玻璃了。每到深夜，健身器材上就会吊着一个怪东西，来回摇晃，看着像人，但又看不出腿在哪。大家决定白天再来，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妈倒挂在上面，一动不动。小哥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大妈一句安宁哈撒哟，吓得小哥连连后退。大妈说自己在锻炼而已，问他多大年纪了，大妈说也没很大，今年72，每天都要倒立5个小时，说这种倒挂方式能锻炼全身，说着就展示了一遍，动作行云流水，这把旁边的大妈都看傻了。小哥欠欠地问有没有尝试过这种锻炼方式，大妈露出了一副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大家找来4个小伙子和他 PK， 小伙子们信誓旦旦，根本不把大妈放在眼里。比赛才过了1分钟，有人就双腿不停颤抖，很快败下阵来，另一个还可以，足足坚持了2分钟才缴械投降，只有大妈还在一动不动地挂着，显得十分轻松。剩下的2个小伙继续挑战，没过2分钟也放弃了。即使在家里，大妈也不会停止锻炼，就这样倒立看电视。一旁的老伴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做菜吃饭也要时刻劈叉来锻炼柔韧度，甚至在他70岁的那年还得到了瑜伽教练的证书，真的是有够疯狂。大叔每天必须随身带一根木棍，时不时就要拿着木棍去厕所，不然就会生不如死。只见他不停地用木棍捅嗓子，导致呕吐不止。老伴满眼心疼，说严重的时候即使这样做也没用，这到底是在干啥呢？原来大叔饱受打嗝困扰，一天24小时不停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，头发都掉光了，甚至还得了高血压。他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躺着喝水，一直口含柠檬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去过很多医院，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，他会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咙里催吐，这样会让他好受一些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6年前开始的，当时母亲刚去世，对他打击很大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，打嗝从那时就莫名其妙的开始了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带他来到了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除了有一点胃炎外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脑膜中有一部分变得很大，压迫到了神经，继而刺激到了横膈膜，使得横膈膜异常收缩，导致不断打嗝。变大的这一部分，医生猜测可能是良性肿瘤之类的，有一种药可以抑制它的生长。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叔激动地哭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他向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6天没有打嗝了，精神面貌也远超过去，成了一个正常人。他的眼睛会喷水，
倒上一杯汽水，直接用鼻子喝。喝完捏住鼻子，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5分钟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其他几个绝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。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呀。接着打了几个喷嚏疏通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原来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。听说世界纪录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下。大妈38年没摘下过口罩，20多年的邻居都没见过她的脸，都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到就会做噩梦。只有她洗脸的时候才会临时摘掉一回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。到底是有多恐怖呢？大家想让大妈摘掉口罩也被拒绝了，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。家人都20年没见过她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她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不仅如此，大妈走路还必须用手撑着眼皮，说这样才能看清东西。但大妈年轻时并不是这样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经过长时间的跟踪拍摄，大妈也慢慢打开了心扉。原来她18岁就结婚了，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但第5个孩子很不幸，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。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，面部不受控制的扭曲，因为害怕吓到别人，从此就戴上了口罩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表示这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肌强直，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相信大妈的症状会慢慢得到改善。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竟然表演起了杂技，把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气球瞬间就爆了。不仅如此，把软管一头插入耳朵，另一头对准蜡烛，一口气就吹灭了20根。拿纸巾靠近耳朵，纸巾被吹得来回摆动，大家都怀疑他耳朵里安了个吹风机。大叔微微一笑，说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捏住鼻子用力憋气就行了。摄像小哥试了试，果然有用，很快就掏出来一大坨耳屎。这项才艺对大叔来说非常有用，只要涉及吹蜡烛的环节，那必须要用耳朵。儿子也熟悉大叔的套路，轻车熟路的接过软管对准蜡烛。对大叔来说，蛋糕上加点耳屎才美味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，小时候就喜欢吹树叶子，有次吹着吹着，一坨耳屎竟然飞了出来，正好落到朋友嘴里，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耳朵还会出气，从此都没再掏过耳屎。大家都觉得他耳朵里的构造肯定和普通人不一样，来医院一看，他耳朵和正常人的还真不一样，并不是真有什么特异功能，而是有缺陷，轻微的鼓膜穿孔，所以在捏住鼻子憋气的时候，气体就从鼓膜里漏了出来。长期这样做的话，对鼓膜伤害很大，最终可能会导致耳朵失聪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医生正在给儿童玩具做 CT 检查，因为这玩具实在太怪，每到深夜就会频频传来怪叫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抓。他有次还看到女儿半夜跟玩具对话，而且女儿有很多玩具，唯独偏爱这一个，这让他倍感不安。一个实木玩具怎么可能会叫呢？有时用力敲2下，他又会稍微消停一会，你就说怪不怪吧。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节目组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找到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声波间隔都不一样，这声音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发出来的，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主人拿着玩具又找到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说自己也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，难不成玩具里真的有某种生物？节目组接着把玩具带到了医院，干嘛呢？上 CT 机，用科学战胜一切妖魔鬼怪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玩具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点点奇怪的地方。这个木头边框里面确实有东西啊！经过反复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锯开木头后，果然一头肥虫出现了，诡异声音就是虫子吃木头发出来的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俩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大半夜，他用摄像机对着黑漆漆的厂房，接着爬上屋顶，在监控前面丢纸飞机。小伙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这台监控每天都能拍到一个神秘物体，通体白色，还带2个小翅膀，一闪而过，速度极快。刚开始工厂保安认为是塑料袋之类的东西，但每天都能拍到就很不正常了。大家在监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没有看到任何塑料袋，诡异的现象不断出现。工厂另一个监控也拍到了奇怪画面，有一束强光射在地面，就好像外星飞碟在盘旋，同时还能听到狗在大叫，出来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监控拍到。
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工厂老板娘。老板娘是个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么飞碟之类的，让员工用纸飞机模拟白色物体，在监控前丢出。监控显示纸飞机全身也发着光，和刚开始拍到的物体很像。哎，这就对了吗？之前的白色物体肯定也是个什么垃圾之类的。老板娘又让员工用强光手电模拟光束，虽然在监控上能看到强光手电形成的光晕，但和之前稳定的光束完全不同。无论怎样模拟，都达不到之前光束效果。老板娘怀疑监控设备出了问题，找来售后检查了半天，结果设备一切正常。大家又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也拍到了人眼看不到的神秘光束，真的是奇怪。专家左看右看，说这束光看起来和普通的光线不一样，光束稳定不会扩散，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，难道真的是外星飞碟？专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，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大叔睡觉要先在枕边放一根木棍，睡到半夜就拿木棍捅嗓子，起床后要先倒立10分钟。不仅如此，他一天还要喝20瓶可乐，走到哪喝到哪，也不是喜欢喝，而是不得不喝。喝可乐是为了缓解身体的奇葩反应。啥反应呢？大叔已经饱受打嗝困扰8年了，随时随地都会打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，这时候就必须要喝可乐，打嗝才会消停一会，但过不了多久又会重新打嗝，就连吃饭都没办法正常吞咽，刚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营养不良暴瘦了几10斤。他们也尝试过很多办法，妻子会趁他不注意猛拍后背，捏鼻子憋气，还尝试过喝醋。一番尝试下来，結果看来没什么用。大叔还听说过一个偏方，说喝尿很管用，于是他决定 그냥 생각만 하고 말았어요. 행복하더라고요. 这些方法里面就属喝可乐最管用，每次喝完都能消停半小时。出门在外没可乐怎么办呢？这也难不倒他，随便找根玉米干就往喉咙里捅，利用催吐来止嗝。这个方法虽然痛苦，但效果不错，所以晚上睡觉也要提前在枕头旁放一个痒痒挠，一打嗝就把它塞进嘴里。还不行的话，他会强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勉强入睡。医院也去过了，也没有检查出任何病理性的原因，医生认为是心理问题导致的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原来8年前大叔和别人有过纠纷，当时闹得很厉害，大叔一气之下怒火攻心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突然就开始打嗝了，从此就没再停下过。医生说了很多心理学原理，我也没听懂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偶发事件触发了一个强大的心理暗示，反正是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，大叔终于恢复了正常。他每天买菜却从来不吃，一到家就拿出了电钻，开始给蔬菜钻孔，把胡萝卜内部掏空后，又拿出刻刀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非常小心，搞得像是在做外科手术一样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这到底是在干嘛吗？他也不解释，拿起做好的胡萝卜吹了起来。哇，这真的还是胡萝卜吗？大家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手起刀落间就把3样食材变成了乐器。不仅如此，什么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、西兰花都能被他吹出花来。虽然做乐器难不倒他，但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了，一旦粘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只能打成蔬菜汁喝掉。为此每天要不停买菜，买回来就要套上保鲜膜放冰箱，来保持蔬菜的新鲜度。现在他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上班都要带着一袋新鲜洋葱，用一把美工刀就把洋葱变成了乐器，把同事看得赞叹不已。厕所墙上长出了头发，缝隙里还有一点点红色印记，看着好像是血。主人轻轻拽了一下，就掉了好几根，吓得他赶紧停手，生怕拽出来个人头。而且厕所墙壁很厚，里面还是中空的，难不成里面真的有东西？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才住进来2个月而已。房东过来左看右看，说可能是什么植物的种子发芽了而已啊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反正我房子没问题，这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说完直接就走了，但他却感觉事情并不简单。节目组剪掉了一段头发去找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，说这确实是人类的头发，那墙上为啥会长头发呢？专家猜测有人摔倒后撞碎了墙上瓷砖，头发就卡在了缝隙里。接着还做了个实验，把假发绑在锤子上，用力敲打瓷砖，果然真就有很多头发卡在了上面。但他却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摔倒过，而且自己头发长度也不符合呀。那到底是谁的头发？她给出差的老公打电话，老公一听直接就说是她的头发。哎，咋回事呢？等老公出差回家后，果然就对上号了，头发长度也吻合。丈夫坦白说出差前喝多了，在厕所跌倒了，当时也没太在意，第2天直接就出差了，到现在头上还有个大包，嗨，又是虚惊一场。然而下面这家的厕所里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
他家厕所住了一个看不见的人，只要关上灯，就会传来洗手的声音，哗啦哗啦的。肥皂上出现了奇怪的痕迹，地上也经常一片狼藉。打开灯呢，却什么都没有。关键厕所都安装了防盗窗，地漏也是堵死的，不可能有东西能进来啊！这种怪异的现象整整持续了半年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节目组在厕所安装了摄像头，一夜过后查看录像，却看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：马桶里竟然钻出来一只大老鼠啊！来到地面就开始疯狂破坏，发泄完又钻进马桶走了。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说有一次上厕所就感觉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啊！现在想想都后怕，吓得他直接跑到了邻居家上厕所。关键他家在18楼啊，这老鼠是怎么钻上来的？这很不科学。专家说老鼠会游泳，马桶管道只有 S 弯的部位会存水，老鼠完全可以爬上来。专家决定用粘鼠板抓住它，围着马桶放了4个，但这老鼠成精了，好像意识到了危险，左闻闻右看看，迟迟没有来到地面，犹豫了好久，最终绕过粘鼠板跳了下来。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鼠，板子上的美食也不能诱惑它，它竟然推开了粘鼠板，一个风骚走位又溜回了马桶。工作人员决定用另一种方式阻止它，在楼下的总管道上安装了防回流输水阀，这样只能朝一个方向打开，老鼠就爬不上来了。这下世界安静了。然而下面这家厕所里好像也住了什么东西，他家的厕所会叫，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咕呱咕呱的声音。有一次主人就看到一个黑影从洗手盆里钻了进去，好像是一个小动物，他们壮着胆子决定把这玩意儿吊出来，用绳子把虫子绑住，吊在半空等待它上钩。没一会儿果然钻出来一个什么东西，离近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青蛙，它直接一口就把虫子吞了，但感觉不对劲又吐了出来。奇怪，家里怎么会出现青蛙？而且他们家住在9楼，这很不科学。刚开始以为是邻居家的宠物，但邻居却说家里并没有养宠物，楼上楼下都问过了，没有人养青蛙。专家研究了半天，说看着应该是典型的树蛙，虽然树蛙会爬墙，但是你这是9楼，树蛙根本是爬不上来的。洗手台的水管和马桶管道还不一样，不可能通过管道爬上来。专家猜测了很多原因，都被否定了一筹莫展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最后主人说之前从家里带来过一些生菜，专家恍然大悟，说蔬菜内部一般都会有虫卵或者小昆虫之类的，这只树蛙应该就是这样来到厕所的。接下来展开了营救，锯开水槽，树蛙就跳了出来，小小的一只，随后就呱呱呱的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鞋油涂在脸上，连续10年，每天都要涂1盒，10年来没洗过脸，除了眼睛和嘴巴，脸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盖。鞋油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，即使这样，他依旧每天涂抹鞋油，从1天涂抹1次，直到后来的1天涂1盒边涂还边笑。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就什么都不说，紧张的环顾四周，焦急的等待着什么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随后跟着一个女人来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，说女人是他姐姐，询问姐姐情况，姐姐却越来越激动，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晚上他们就随便找个凳子睡觉，此时温度零下4度。节目组想要帮助他，却被拒绝了。节目组带他们来到派出所，想确定一下他们的身份。根据指纹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，节目组决定带他们回家。刚上车，一听说要回家，姐姐立马暴躁的哭了起来，还让节目组赶紧放她走。没办法，只好原路返回。随后姐弟俩坐上地铁，消失在了镜头里。节目组单独去拜访了他家里，父亲说他俩智力有缺陷经常离家出走，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。为了寻找他们，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一直没有回音，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了。节目组想要帮他们团聚，在车站找了好几天，终于找到了姐弟俩。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，姐姐还是没有说。节目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，经过长时间的劝说，他决定洗脸了。鞋油成块的掉落，整整洗了3个小时，终于清洗干净，这样看着正常多了。跟心理医生交流后才知道，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无缘无故的开始殴打，往他脸上涂鞋油，还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涂鞋油。慢慢的为了保护自己，他就开始主动往脸上涂鞋油。这时姐姐也说出了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，原来姐弟俩还有一个哥哥，哥哥脾气暴躁，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，两人天真的以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们就不会挨打了，才会不断的离家出走。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咨询，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还表示以后不会再离家出走了。大妈38年没摘过口罩，即使睡觉也不摘，从没有人完整的看过她的脸。有人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了就会做噩梦，只有在她洗脸的时候会摘掉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。节目组想让大妈摘掉口罩，也被拒绝了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一直用手扶着脸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，说必须要手动把眼皮翻开才能看清东西。大妈从衣柜拿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，看着很正常啊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真的是奇怪。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，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
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没见过他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他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她18岁结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，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。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，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给大妈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希望大妈赶快走出来吧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叔也喜欢戴着面具，一个戴着诡异面具的人在无人的芦苇丛中弹琴，穿着白衣服，看着十分诡异，即使在深夜也会传来琴声，看到有人靠近立马扛着琴跑了。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起凶杀案，工作人员觉得这人可能不简单。第2天又见到了他，正戴着面具做表演。有人说他在街上弹琴已经有2年了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脸长什么样。表演结束后，他终于摘下了面具，满头大汗。那他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？原来啊，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钢琴家，但只要上台表演就会非常恐惧，手脚不停出汗，以至于失误不断。慢慢的，只要有人在，自己就无法弹琴，他不得不放弃了梦想，当起了快递员。偶然的一次，当他戴上面具弹琴时，各种恐惧紧张一下子都不见了。他开始尝试在街上戴面具表演，没想到大家都很喜欢看。他说刚开始很在乎别人的眼光，那现在戴上面具后，他不用在乎别人的感受了，感觉非常自在。节目组建议他摘掉面具表演，他内心还是非常犹豫。第2天下班后，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。表演结束，他突然举起了牌子，上面写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。这一刻，他决定摘掉面具，众人纷纷鼓掌支持。他不再紧张，不再恐惧，非常轻松地弹奏了一曲。所以说，直面内心的恐惧才是治疗心理问题的关键。大叔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这位96岁的奶奶曾经死过，但又活了过来，不仅长出了黑头发，还长出了新牙。村民都曾参加过她的葬礼，而此刻她却在厨房做饭，看起来非常健康。她记得自己生病住院，但完全不记得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。面对节目组的质疑，老人的女儿说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当时在医院里，母亲就停止了呼吸，我们连衣服和板板都为她准备好了。原来老太太之前突发心脏病，送到医院抢救后，医生也无能为力，于是就把老太太接回了家。万万没想到，在她停止呼吸3小时后，老太太突然开始咳嗽，慢慢的恢复了生命迹象，家人都感到很震惊，医生听说后也感到很惊讶。不仅如此，死而复生的她整个身体也发生了变化，首先就是视力变好了，穿针引线已经不用戴老花镜了，而且后脑勺开始长出黑头发，皮肤也变得很光滑，连老年斑都消失了。节目组甚至忍不住伸手感受了一下，但是你礼貌吗这样？女儿说她以前走路必须要用拐杖，但是现在不仅不需要拐杖，还能下地干活。更令节目组感到震惊的是，老太太竟然长出了新牙。为此节目组邀请了专家看到后大跌眼镜，是真的大跌眼镜。 치아가 새로 나오는 건 분명히 맞습니다. 95세 나이에 또 이가 나온다면 虽然好像很难解释这种现象，但是看到老太太健健康康的，一家人都很开心。那最后就祝她永远健康快乐吧。和老太太一样死而复生的，还有下面这只狗狗。这是一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狗，在它死后的第5天，自己一瘸一拐地爬回了家。主人看到它回来，头发都炸起来了，而且旺财后腿受了严重的伤，只能用前腿爬行。这一切要从5天前说起。那天主人在田里干活，旺财在马路上溜达，一个没注意就被过往的车碾压了。当主人赶过来的时候，旺财已经奄奄一息。没一会儿，旺财就闭上了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主人非常伤心，然后邻居帮忙把旺财埋在了山上。但就在5天后，主人在院子里突然听到一声熟悉的狗叫。刚开始她以为自己幻听了，没太在意，但随后她老公也听到了狗叫声，于是他们朝声音的方向搜寻，最后在房子附近的沟里发现了旺财。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议，邻居也很内疚，毕竟是自己误以为旺财死了，才帮忙埋起来的。此时旺财的身体情况很差，宠物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发现旺财后腿已经粉碎性骨折了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他是如何从半米深的坑里爬出来的？为此，节目组邀请了动物行为专家。专家分析后说，当时掩埋旺财的土壤颗粒很大，还混合着很多杂草，使得空气能够流通，这很利于他爬出坟墓。破土而出的旺财就这样沿着回家的路一点点爬行，最后爬到了家附近的沟里。沟里面的水帮助他生存了4天，最终被主人在这里发现。随后医生给旺财做了骨折手术，手术很成功，骨头都恢复了原位。那就希望旺财早日康复。勇敢狗狗不怕困难，他们都是经历过死亡的。而下面这位是每天都会神秘消失。这个男人说他妈妈每天晚上都会神秘消失，于是节目组趁白天赶紧去见了他妈妈。
哦，原来是小狗的妈妈。主人说每天晚上都看不到它，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。主人只能再次把小白拴起来，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，而且锁扣需要按压才能打开。小白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挣脱锁链的。开锁专家也说，这种锁扣只有人才可以打开。专家认为是有人故意帮小白解开的，但是家里其他人都说没有帮小白解开过锁链。没办法，节目组决定安装摄像机，全程拍摄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时间来到半夜2点13，突然一阵声响惊动了节目组，接着就发现小白已经消失了，狗窝里只剩下了狗宝宝。节目组赶紧查看录像，小白刚开始只是来回徘徊，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锁扣就被打开了，接着小白就消失在漫漫黑夜里。为了解开谜团，节目组又邀请了动物专家，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，终于发现了问题。锁链是用一根电线制作的，当小白来回走动时，就会把锁链拧起来，利用巧劲别开了锁扣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小白可能意外打开了一次，慢慢的他就对开锁越来越熟练，毕竟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现在问题又来了，小白为什么要选择晚上消失？专家通过分析后发现，原来小白消失是为了来后院吃狗粮。专家表示，小白是个尽职的母亲，她知道要想喂好孩子，自己就要保证营养，才会每天偷偷跑出来加餐。主人感到很内疚，决定以后在小白的狗粮里再多加上1盒罐头。最后我还有个疑问，为什么小白的2个孩子是不同的品种啊？知道的评论区说一下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学。他每天都要吃牙签，吃饭要先摆上3盒牙签，一根牙签就着1口米饭，500根1盒的牙签，每天3盒就是1500根，直接成了他的主食，边吃还边笑。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比柚都香。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，一根根往嘴里塞。床头也放满了牙签和一次性筷子，方便看电视的时候吃。逛街的时候，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最急的人是她老公，怕她吃死了，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反而还认为正是牙签救了她的命，这又是为啥？她也不解释。现在还变本加厉，觉得牙签不过瘾了，直接吃起了筷子，说筷子吃着有嚼劲，口感也比牙签好。她老公真的害怕了，切了点水果让她改善一下，她看都没看，直接丢在一边，对着托盘口水直流，要让老公把托盘劈了给她吃。老公都要疯了，这玩意能吃吗？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看来只要是木头大姐都想尝一尝。她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这托盘应该是用胶水拼接的，满满的科技与狠活，味道不如牙签香。那她到底为啥要吃木头？真的是奇怪。大家又给她找来了一堆木制品，大姐一尝，这不还是科技与狠活吗？都是用油漆刷过的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总结下来还是牙签好吃。就在这时，她终于告诉了大家吃牙签的原因。原来她之前患有严重的胃病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1根牙签，没想到胃里一下就不痛了。从那以后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，竟然还慢慢吃上瘾了，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。大家现在都想知道她身体真的健康吗？一旁的老公终于讲话了，说带她去医院检查过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体啥毛病没有。现在他们的问题就是牙签很贵，吃不起了。为此街坊邻居都来支持，纷纷送上牙签。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凌晨3点，全村人都不睡觉，全部守在一个摄像机前面。摄像机正对着黑漆漆的街道，只为听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声音。村里人最近被这怪声搞得精神崩溃，一到凌晨3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拨号的声音。女孩说声音是从1个月前开始的，接着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节目组决定等待声音出现，就在3点整，声音如约而至。声音很明显是从外面传来的，于是第2天大家在村里街道上都布置了摄像机，想要拍到点什么。凌晨3点，声音准时传来，摄像机却没有任何发现。白天节目组在村里转了半天，教堂的广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但负责人说这广播线路断了，已经很久没用了。很快村委会的广播进入了大家的视线，不过村长表示也很久没用了，但除了这2个可疑的广播外，就没有任何能发出这么有穿透力声音的设备了。节目组决定还是安装摄像机监控一下。又来到了凌晨3点，声音再次准时响起，这次大家确定声音就是从村委会广播里传来的。但诡异的是，此刻村委会里并没有人。村长说广播设备只有自己有钥匙，除了自己没人能使用广播。村长还给大家看了最近1个月的广播记录，一共就广播过2次，但这声音最近每天都有，所以肯定不是村长的原因。节目组又想到了专家，拿着录到的声音去分析，专家果然不一样，直接从这声音里面听出了对应的案件号码，而且每个案件间隔都一致。专家说人类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，所以肯定不是人为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大家找来广播设备的厂家售后，经过长时间排查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。售后说设备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运行信号，可以简单理解为设备重启信号。这台广播设备的重启信号设置在了凌晨3点，
这个一般是不会被广播出去的。但恰巧这台设备发生了故障，才导致这个微弱的信号被放大，并且广播了出去。省流，广播设备出故障了。他每次坐地铁都要先把鞋油涂在脸上，连续10年每天涂1盒，10年来没洗过脸，厚厚的鞋油像抹了一层沥青，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。即使这样，他依旧每天涂抹。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却什么都不说，紧张地环顾四周，焦急地等待着什么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随后等来一个女人，女人带他来到救济站吃饭。这里的工作人员说，女人是他姐姐，他们这样已经10年了，大家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。记者决定上前询问姐姐情况，没想到姐姐看到镜头越来越激动，冲着节目组大喊大叫。随后两人快速离开，又跑到了地铁站，随便找了个躺椅准备睡觉。此时气温只有4度，记者担心他们冻出病，提出要帮他们订房间，却被拒绝了。记者不忍心看他挨冻，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了他。白天还没等节目组找他们就急匆匆找到了节目组，把外套还了回来。第一次对记者说了谢谢，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。大家把姐弟俩带到了派出所，经过一番调查，总算搞清了他们的身份，家里父母健在，还有一个哥哥。大家随即决定带姐弟俩回家。刚上车一听说要回家，姐姐立马情绪失控，说什么都不要回家，哭着求大家放他走。无奈之下，只能让他们离开。随后记者单独找到了他家，才看清这家的情况。父亲身体不好，母亲痴呆。父亲说这两姐弟从小就不正常，经常无缘无故的一起离家出走，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。为了寻找他们，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一直没有回音，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，就连父亲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每次都要离家出走。大家在地铁站找了好几天，总算又找到了姐弟俩。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，姐姐还是没有说。为了拉近彼此距离，记者决定跟他们同吃同住。每次在救济站，弟弟还会主动帮记者打饭，慢慢对记者敞开了心扉。记者顺势提议给他们找个住的地方，姐弟俩也接受了。弟弟的皮肤状况非常严重，甚至已经引起了溃疡。记者建议他先把鞋油洗掉，他犹豫了好久，看起来有所顾忌。经过长时间的劝说，他终于决定洗掉。随着一点点揉搓，大块的鞋油开始脱落，还差点把下水道堵住。从卫生间出来，像是变了一个人，恢复了皮肤应有的光泽。隔天大家带姐弟俩去做了心理咨询，这才知道他为什么涂鞋油。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开始无缘无故的殴打。有人建议他往脸上涂鞋油，这样就可以唬住别人，他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为了保护自己不再被打，就把鞋油涂到了脸上。接着姐姐也说出了不愿回家的真正原因，都是因为家里的那个大哥。大哥脾气暴躁，经常对他拳打脚踢，因为害怕所以才跑。姐弟俩彼此依赖，弟弟担心姐姐独自一人在外不安全，所以会跟着姐姐一起离家出走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。一见面，父亲就把姐弟俩搂入怀中，心疼地抚摸着。大哥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表示以后不会再打他们了。姐弟俩也向记者保证不会再离家出走。但就在这期节目播出2年后，有观众反馈说，他们好像又离家出走了，在地铁站又见到了脸黑黑的人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节目组决定回访，现在2023年，姐弟俩到底过得怎么样了？根据之前的地址来到他家，发现姐弟俩都胖了很多，脸上也干干净净的，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，希望他们的生活永远充满希望。村里老人每天不吃饭也要来这条小溪里泡一泡，他们说小溪里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神清气爽，有的还会把这水接回家，一脸笑意的表示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记者忍不住了，说什么都要感受一下。我严重怀疑这家伙是演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，但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真的有被电到，不过感觉挺爽的，甚至还有点上瘾。节目组摄像大哥看不下去了，你这演的太假了，你当观众是傻子啊？我来试试，这也没事啊。靠！摄像大哥表示自己真不是演的，这石头真的带电了。接着他们摸了摸旁边的石头，没有任何感觉，整条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专家也被电了一下。为了寻找答案，大家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发现了一间房子，看样子很久没住人了。刚想进去了解情况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果然有电。看来这房子漏电了。拉下电闸后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那块石头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原因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电路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。没想到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，你们真是造孽啊！大叔每天来菜市场却从不买菜，商贩们却开心得不得了，因为大叔是来抓苍蝇的，他一巴掌就能抓到5只，抓过的苍蝇足足装了4大袋。菜市场的苍蝇见了他都吓尿了，只要他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引得商贩连连喝彩。
看着只是简单的挥挥手。有个商贩觉得自己也可以，结果一只都没抓到。工作时，一只不知好歹的蚊子飞到了大叔身边，大叔慢慢靠近，苍蝇察觉不对，立马就跑，但是太晚了，大叔已经出手，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大叔轻蔑一笑，表示这都不算啥。紧接着他表情严肃起来，眼神快速扫描，原来屋顶还趴着一只。大叔迅速丢出纸团，苍蝇瞬间成了肉泥。大叔对蚊子恨之入骨是有原因的，都是因为13年前的一件小事。当时正在和客户谈合作，没成想菜里竟然出现了一只死苍蝇，客户愤然离去，20万元的订单也随之丢了。仅因为一个苍蝇就损失了20万。大叔越想越气，发誓只要有他在的地方绝对不允许有苍蝇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训练自己的反应力，苦练抓银龙抓手，对着树练习7伤拳，手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就这样练就了100%空手抓苍蝇的绝技。1年时间内抓到的苍蝇装满了4大袋，还把苍蝇做成了标本，就是为了更好的研究它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现在大叔还开了一个昆虫消杀公司，只要别人一个电话，他就会带着员工上门抓苍蝇，一边用扑蝇器，一边大叔徒手抓。结果扑蝇器还没有大叔的效率高，不得不说大叔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。这座没人住的房子里，经常传来说话的声音，还一直出现一些新鲜食物。附近的村民说，每天晚上都会出现一个男人，但房子的主人4年前就去世了。那这房子里面到底是谁？节目组决定在门口蹲守。这时，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走进了房子，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靠近，只见他拿出了一堆盒饭，接着和照片上的人说话，甚至还喂照片吃饭。喂了一口饭后，他好像感觉到照片上的人对饭菜不满意，他接着说明天带个大鸡腿。工作人员上门询问，他说照片是他哥哥，照片后面还摆着哥哥的骨灰盒。自从哥哥去世后，他就一直和哥哥的照片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。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擦照片，给哥哥道别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，家里也摆满了哥哥的照片，还一直对着照片说话。妻子也见怪不怪了，原来在他们小时候父母就去世了，哥哥不得不辍学打工，承担起了照顾弟弟们的责任。还说哥哥经常把好吃的让给他们，因为哥哥去世的时候自己没来得及参加葬礼，感觉非常愧疚，久久无法释怀，只想尽量去弥补遗憾，所以才会一直陪着哥哥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每到晚上7点，理发店的感应门就会自动打开，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。然而在白天，门却可以正常工作，一旦到了晚上7点，门就会诡异的自动开关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进来一样。即使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依然自动打开，顾客都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店主联系了感应门厂家，厂家却说一切正常。店员猜测可能是地板上的头发影响到了传感器。为了验证这一说法，他们抓起一把头发丢在门口，门还真的打开了。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，如果要达到这种效果的话，头发必须要一直在门口掉落才可以。另一个员工猜测可能是对面那个神秘人操控的，他总是蹲在对面台阶上看着理发店，但想想也不对，即使他不在的时候，门也会自动开关。第3个员工认为可能是灯光影响到了传感器，因为他家的招牌灯都是7点开始亮，这个看着最有可能。接着关掉了店内所有灯光，果然门就停止了移动，但没过2分钟又开始自动开关。很明显，所有猜测都是错的。这时顾客说出了另一种可能，因为之前这附近就出过车祸，可能真的有鬼，而且是一个想剪头发的鬼，因为没有钱，所以一直在门口徘徊。店员开玩笑似的对着门口喊道，进来吧，给你免费剪头发。没想到啊，本来正在关闭的门瞬间就打开了，大家都快吓尿了。但凡事要讲科学，我们找来了经验丰富的维修师傅，师傅拆开感应门的控制部件，又是测电流又是测电压，研究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找到原因。师傅说一切看起来都是好的，感觉真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操控着感应门，这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下面这个村子也正在遭受声音的困扰，村子里整天传来敲打钢管的声音，声音每隔2小时出现一次，已经持续了3个月，很多村民都无法睡觉，甚至还报过警，依然没有任何发现。专家分析了声音，发现声音间隔不一样，很明显是有人故意制造的。节目组在村里安装了多个摄像头，还是只能听到声音，却找不到任何奇怪的人。在村里排查了好久，终于确定了声音的大体位置。有个村民说之前也怀疑过这里，但只要上前查看，声音就会停止。工作人员继续在附近排查，这时一位神秘的村民向节目组反映，说他知道声音来源，说是自己丢垃圾时偶然发现的，确定声音就是从那扇窗户里传出来的。那这样好办了，架起摄像机对准窗户，等待声音出现。几分钟后，窗户突然被打开，只见有个人在敲着什么东西，接着就传来了熟悉的敲打声。工作人员赶紧上前询问，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回应。第2天节目组继续上门拜访，这次门终于开了，问他为什么要发出声音，他却说自己也是受害者，楼上一直有人穿着高跟鞋在家走路，自己为了反击才发出声音作为警告。节目组询问楼上邻居，邻居却说自己从来不会在家里穿高跟鞋。这就奇怪了，医生认为他患有被害妄想症，以至于出现了幻听，必须要接受心理治疗。经过多次劝说，他终于同意接受治疗。困扰村民3个月的声音终于停止了。这还没完，下面这座空房子又发生了怪事。
他家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洞，洞口会流出黄色液体，还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洞的数量不断增加，第二天就多出来好几个，有大有小，形状各异。用内窥镜往洞里一看，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。刚开始呢，他还以为是蟑螂，丈夫拿着杀虫剂一阵猛喷，再仔细一看，才发现是个洞。天花板上怎么会有洞呢？吓得他赶紧去找物业。物业说30年来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，也没有别的住户反映过。物业表示他们管不了，主人现在很害怕，找来节目组。节目组猜测呢，可能是孩子拿玩具捅破的，但孩子说不是自己。现在谁还玩玩具啊？都是看手机。想想也是，就算用筷子也不能戳破天花板。随后拿内窥镜伸到里面一看，竟然发现了一坨毛发，还有很多墙纸碎片。主人还说，天花板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有时咯吱咯吱的，有时呢又像玻璃球掉在了地上。难道天花板有什么生物？主人听到这里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因为天花板没有出口啊，所以这东西应该还在天花板上。节目组把摄像机对准天花板，准备等它再次打洞的时候抓现行，但一直过了3天都没再出现新洞口，也没再听到奇怪的声音。没办法了，必须要请专家了。专家在壁橱里也发现了一团毛发，很明显不是人的头发，还发现了一坨便便。专家仔细观察后说，这东西啊应该就是老鼠，但他们住在7楼，天花板怎么可能会有老鼠呢？专家说一定是通过一些缝隙钻进去的，进去之后呢就被困住了，不知道怎么出来，所以才会打洞。至于最近呢都没有什么动静，专家认为老鼠已经逃走了。那它到底是怎么钻进天花板的？专家拆掉通风管道后，发现管道附近有个明显的裂缝，老鼠就是通过这个缝隙钻进来的，最后也是通过缝隙逃走的。为了防止老鼠再次进来，他们堵住了通风管道的缝隙，重新贴上了新的壁纸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然而下面这个房子又出现了新问题，在海边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，每天都会传来呲啦呲啦的声音，房子外面还有个神秘的图腾，看着非常诡异。有人说房子里住着海王，声音是他磨三叉戟时发出的。工作人员才不信，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发现大门竟然是开着的。不怕死的工作人员走了进去，里面一片漆黑，突然灯就亮了，映入眼帘的就是用胶带铺成的地板，用了2种颜色的胶带交叉覆盖，形成了特殊的花纹。抬头一看更夸张，房子的墙壁全部贴上了绿色胶带。不仅如此，卧室也完全用胶带覆盖。这时主人出现了，不是海王，而是一位老奶奶。奶奶说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自己喜欢这样的装修风格，足足用了4年才全部完成。那外面的图腾代表着什么？奶奶说图腾没什么特殊含义，是这个房子的装修图，自己就是按照图腾来装修房子的。但每隔一段时间，胶带就会失去光泽，奶奶就会重新贴一遍新胶带，不一会儿就用完了1卷胶带，还说1周就要用掉300卷。打开橱子，里面存放了大量胶带。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迷惑行为？原来40年前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以至于不能出门，为了锻炼身体，才决定用胶带装饰房子，顺便呢锻炼身体。没想到现在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所以就坚持每天贴胶带了。但是要论迷惑行为，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叔。这座公寓每到深夜就会叫，公寓的住户苦不堪言，有人说听起来像青蛙在叫，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楼梯上跳。节目组循声来到一位住户家里，只见声音越来越大，打开灯后让人哭笑不得，原来是大叔磨牙的声音，磨的那叫一个响，嘴角还不停抽搐，这简直就是用生命在磨牙。大叔说自己磨牙已经20年了，牙都磨掉了半颗，以至于现在都无法咀嚼食物，只能喝汤。妻子因为受不了，跟他离了婚。看着自己磨牙的录像，大叔表情凝重，说这是第一次看自己磨牙，没想到磨得那么深，磨得那么认真。朋友们也帮他解决过磨牙问题，等他磨牙的时候，脱掉袜子塞他嘴里，还会让他叼着1双筷子入睡，但都无济于事，反而磨牙越来越严重。去过很多医院，结果把同房间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。大叔也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节目组再次带他来到大医院，医生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磨牙患者，牙神经都快暴露出来了。随后检测他磨牙时的各项身体机能，医生发现在他睡觉时舌头滚动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他只能张嘴呼吸，这就是他磨牙的原因。对应的解决方案是做呼吸治疗。经过医生的努力，大叔终于改掉了磨牙的习惯。好了，我是越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的手机会自己拨打电话，每天拨打2000次，他都换了5个新手机了，但是没用。即使买完手机刚出门，电话就开始自动拨打起来，慢慢的一家3口的手机都出现了这种问题，但手机并没有中病毒，这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而且电话都打给了亲戚朋友。朋友说有时候1分钟就能接到20个，刚接通就挂断。有一个朋友还是开餐厅的，电话非常耽误工作，给朋友道歉成了他们一家人的日常。手机不仅会自己打电话，有时还会发短信，关键短信内容很惊悚，还说这种现象一般都出现在晚上。于是节目组决定等待，但1夜过去，手机并没有出现自动打电话的情况。节目组又安装了多个摄像机，全程监控。第2天
天，儿子的手机率先打起了电话，儿子想拿手机给镜头看，刚走2步，手机自己就挂断了。与此同时，大叔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上面写着去世很久的父亲名字，这就非常惊悚了。节目组仔细观察录像后，终于发现了端倪。录像显示，奇怪的现象都发生在儿子拿着手机的时候，只有当他拿着手机才会自动拨打电话。父亲手机上的短信也是在他拿走父亲手机后才收到的，而且每次都是儿子第一个发现这种现象。通过这些反常的举动，节目组认为儿子就是始作俑者。心理医生还发现，儿子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老练，看起来是策划好的，而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。节目组把儿子请了过来，想要套路他一下。经过一番询问，儿子终于憋不住了，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。那他为啥要这样做？儿子说别人都觉得他没用，正好他了解到一款远程控制别人手机的软件，用软件控制了父母的手机。刚开始呢，觉得整蛊家人很好玩，而且家里就他懂智能手机，父母都很依赖他，这也让他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，才开始一直恶作剧。父母得知真相后很震惊，要求儿子向亲戚朋友道歉，电话之谜总算解开。